第72章追踪。木偶的脸部被红黄色油彩涂成了常见的小丑模样，两边嘴角高高翘着，带出异常滑稽的笑容。随着他嘴巴咧开，露出里面黑而幽深的口腔，与他对视的克莱恩浑身汗毛根根竖起，心里陡然冒出了没有来由的强烈恐惧。他眼前所见一下暗淡，像是在隔着茶色的厚重玻璃观察世界。克莱恩的思绪迅速缓慢，他本能的想要求救，可脖子却像被一根绳子牢牢扎住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那个单词只能停留在了默念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注意到他屈臂动作突然滞涩的邓恩重重推了他一把。克莱恩眼前的茶色玻璃当即破碎，他喉咙里的帮助单词也吐了出来，回荡在马车厢内，带着略显尖锐的惊慌。他更强了，克莱恩用肯定的口吻陈述道。和2049这种诡异的封印物待在一块，真是稍有大意就会陷入可怕的危机里，不是根本防备不了，只能靠别的办法来规避。这是正常的。艾尔·哈森语气沉稳地点头道。洛洛塔则轻笑了一声，他似乎喜欢上你了。放心，他是2级封印物里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一个。在天然慵懒的嗓音里，那个关节清晰的仿佛在一一对应着人类的木偶站了起来，向着本身左侧摇摇晃晃迈步。他的动作充满了艰涩感，就像一台年久生锈且忘了加润滑油的蒸汽机械。机器人舞蹈。克莱恩豁然闪过了这几个中文，对2049造成危险的原因有了新的猜测。他会同化他所控制的生物。如果我刚才没能被人及时唤醒，那就会成为常人体型的大木偶，真人版芭比娃娃。在克莱恩思绪纷呈的时候，艾尔·哈森被邓恩推醒，一边屈伸手臂，一边指着木偶缓慢前行的方向，对驾车的伦纳德道：往那里。伦纳德没法让马车穿越建筑，只好绕了半圈。这个过程里，2049不断调整着前进的方向，坚韧地充当着指安提戈努斯家族针。看到这一幕，不断活动手臂的克莱恩在紧绷之中竟然想笑。听说2到49分是被安提戈努斯家族制造出来的，那他这算是忠心的表现，还是坑爹的典范？接下来，在时不时响起的艾尔·哈森声音里，伦纳德驾驶着马车穿越街道，直奔某个方向。而2049这个诡异的木偶每次快要走到车厢边缘时，都会被艾尔·哈森抓回来，重新开始。每当这种时候，他的嘴巴就会咧得更开，会同时有2个人遭遇控制。克莱恩心里的紧张随之渐渐缓解，竟然觉得封印物2049也不是那么可怕了。只要现场超过3个人，只要懂得保持屈身运动，只要掌握了及时唤醒同伴的技巧，2-49也仅是一个有点特殊的木偶而已。马车飞快奔驰，很快驶入了码头区，一直来到仓库聚集的地方。绕了几圈，确认2049想去的是最内侧那个灰白色仓库后，艾尔·哈森表情严肃，动作小心地抓起它，将这个诡异的木偶重新塞入了铁黑色的箱子里。咚咚咚，不间断的猛烈敲击声里，艾尔·哈森在博尔吉亚和洛洛塔的帮助下，一次又一次苏醒，艰难地扣上了机械开关，然后灌入灵性，驱动了铁箱上的星辰和红月符号。无形的蜜蜂再现，艾尔·哈森长长吐了口气。下车吧，邓恩·史密斯低沉醇和的嗓音随之响起。伦纳德，你将马匹拴在这里就行了。6个或穿风衣、或套正装、或着衬衣的绅士和女士离开了马车，向着最内侧的仓库行去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近乎整齐划一地屈伸着手臂，这让略有凝固的紧张气氛平添了几分滑稽和荒诞。职业者尬舞团，克莱恩只能以吐槽来缓解这种感觉。不过不这么做也不行，因为据他的观察，2049的影响首先反映在上半身，要想及时发现，避免滑入更危险的境地，那就只有屈伸手臂、转动脖子、摇晃身体这几个选项，而后2者会让人看起来像是个小混混。至于眨眼睛和敲眉头等动作，要么太容易被忽视，要么动作幅度太大，同样不是很好的选择。尬舞团总比铜锣湾古惑仔好。克莱恩叹了口气，认命的跟着队长邓恩等人前行。而越是靠近仓库大门，他心底的忐忑和担忧就越是深重，因为谁也不知道那本笔记会给瑞尔·比伯带来怎样的变化。要是出了大问题，克莱恩可不敢奢望还能再次穿越。而且在平时的切肉做菜里，他发现自己依然会受伤，会流血，伤口的愈合速度也属于正常范畴，不是那种不怕死不怕打的怪物。走着走着，邓恩突然将空余的手往下按动，
让众人停在了仓库大门前10来米处。克莱恩，你占卜下里面是否有危险，能大概弄清楚危险的程度就更好了。邓恩转头对克莱恩说道，他灰色的眼眸依旧幽邃，看不出半点恐惧。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，停止屈身运动，将右手伸向了左侧袖口，解下了里面带黄水晶吊坠的银链。因为本身的手臂在动作，所以他中间出现滞缓时，被邓恩及时发现，推醒了过来。克莱恩左手持握住银链，让黄水晶自然下坠，同时控制右手只做小幅度屈伸。等到黄水晶平稳，他半闭上眼睛，勾勒出光球，进入冥想状态，宁静默念道：仓库里面有危险，仓库里面有危险。7遍之后，他睁开双眼，看见黄水晶吊坠缓慢转圈，做起了顺时针运动。他越转越急，到最后竟然有拉动克莱恩左手的感觉。有危险，危险很大。克莱恩如实说道。顺时针是对默念话语的肯定，逆时针是否定。对别的非凡者来说，哪怕是窥秘人，用灵摆法也顶多能测出有没有危险，无法进一步获得危险程度的信息。但克莱恩发现自己使用灵摆法时，吊坠会出现转动速度的分级，他们昭示出了答案的不同程度。这虽然不够准确，非常模糊，但也能让人粗略分辨出具体的状况。不愧是占卜家魔药，克莱恩对此颇感欣慰。就在他要收起黄水晶吊坠时，后面保持着沉默的伦纳德·米切尔忽然开口道：再占卜一下周围有没有危险。对，我担心密修会不肯放弃，一直在盯着瑞尔·比伯的家，然后跟着我们过来，关键时刻捣乱。邓恩点头赞同道。克莱恩当即吸了口气，再次进入空灵平静的状态。等到银链重新平稳，他于心中默念道：周围有危险，周围有危险，一遍一遍重复完。克莱恩睁眼望向了银链，他的深褐色眼眸里，黄水晶吊坠先是艰难的逆时针运动，接着忽然顿住，顺时针转圈。周围有危险，克莱恩心头一紧，慎重开口道。而且还有人试图干扰占卜，但在这方面的无形对抗里输给了自己。他话音刚落，远处突然飞来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橘黄色火球，他以极快的速度砸向了众人中央。早在克莱恩占卜前就拔出了长管左轮手枪的邓恩·史密斯当即抬手，有提前量的扣动了扳机。砰！枪声之中，那个火球没有丝毫摇晃，依旧按照预定的轨迹前行，似乎要逼得众人不得不散开躲避。原本克莱恩对跟踪捣乱者不是太在意，因为这里有足足6位非凡，甚至不乏序列8、序列7的强者，在廷根市这么个小地方属于可以横着走的配置。可等到火球砸来，他才猛地醒悟了一个事实，那个事实就是，对自己等人来说，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跟踪者，不是捣乱者，甚至不是仓库内不知处于什么状况的瑞尔·比伯，而是封印物2-49。一旦自己等人分散开来，陷入战斗，来不及去唤醒彼此，那就会一个一个的成为真人木偶。想法乱闪之际，克莱恩被伦纳德拉了一下，跟着对方翻滚往外，避开了火球。来不及心疼身上的衣物，他看见职业者们是分成2组躲避的，相当有条不紊。噗！橘黄色火球砸落在地上，没有激起半点尘埃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幻影。克莱恩刚浮现出这个念头，就看见艾尔·哈森提起铁黑色箱子，将它远远丢向了一旁，丢出了至少10米。远离他，守着他！艾尔大声喊道。他还未喊完，伦纳德和博尔吉亚就分别靠拢过去，隔着至少7米的守护着箱子，防备别人接近。而邓恩和洛洛塔各自持枪，与抽出银色细剑的艾尔·哈森一块，组成半弧形的队列，飞快冲向了火球射出的位置，并兼顾了侧方区域。看到这一幕，因为要做屈身运动，没有带手杖的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，明白自己刚才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，那就是2049的影响有范围限制，只要与他隔开足够的距离，就不用担心危险了。克莱恩猛地翻身站起，一手将黄水晶吊坠塞入口袋，一手从腋下枪袋里抽出了左轮。第73章出战。午后的明媚阳光照耀下，衣物沾染了尘埃的克莱恩飞快调整了左轮的激发位，搬开了相应装置，让自身进入随时可以开枪命中敌人的状态，让黄铜色泽的枪身金属反射出流淌般的辉芒。他单手握枪，平身往前，警惕着周围可能的变化。与此同时，
他颇有点担心队长邓恩和那位身穿灰色对襟风衣的艾尔哈森先生，因为他们都是梦魇，更擅长暗中影响敌人，正面的对决不知道行不行。就在克莱恩念头转动的瞬间，艾尔哈森主动放缓了前冲的脚步，表情变得宁静而忧伤。他嘴巴张开，吟诵起一首让人平和、让人仿佛置身于夜晚的诗歌。每当太阳在西方下沉，露珠缀满黄昏的衣襟，它素颜苍白的如同月明，或如随伴月亮的星星。月见草在夜露滋润下绽开了优雅纤弱的花，像隐士一般避开阳光，吟诵声回荡开来。克莱恩险些就失去紧绷的感觉，彻底放松了下来。还好他早有类似的经验，又未处在艾尔哈森面对的方向，于是迅速沉淀了精神，用半冥想的状态对抗着诗歌的影响。呼，他暗自松了口气，对邓恩和艾尔的正面战斗力不再抱有怀疑，因为才晋升没多久，对序列魔药称不上特别了解。他刚才都忘记了序列7的梦魇是由序列8午夜诗人进阶的，能完整保留之前的能力，并有小幅度的提高。而克莱恩对午夜诗人的印象全部来自于伦纳德·米切尔，知道这个职业同样继承了不眠者的特殊，擅长格斗、射击、攀爬和感应，也擅长用不同风格的诗篇对周围的生灵造成不同的影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暴力诗人。艾尔哈森的吟诵声中，层层叠叠的大木箱堆旁忽有水波荡漾，浮现出了一位身穿黑色燕尾服、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男子。然而，这男子的脸上却涂着红黄白三色油彩，涂出了两边嘴角高高上翘的小丑模样，与本身参加晚宴般的正式打扮形成了荒诞可笑的对比。噔噔噔，被介绍为神枪手的黑发洛洛塔飞快冲刺，一手提枪，一手握拳，几步就靠拢了那位燕尾服小丑。燕尾服小丑似乎受到了艾尔哈森诗篇的影响，身体略微摇晃，眼神平静安然，一点也没有反抗的欲望。啪！黑发女尸洛洛塔以拳击的步伐斜跨，提臂挥拳，轰向了燕尾服小丑的脸部。砰！空气炸响，燕尾服小丑突然如镜子般破碎了，一片一片，迅速蒸发，消失不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几步之外的木箱堆阴暗位置，燕尾服小丑的身影飞快勾勒，重新呈现。刚才那个受到影响的家伙竟然只是幻影，只是表演。燕尾服小丑一如既往的嘴巴咧开，笑容滑稽，他一手按着半高礼帽，一手抬起，猛地打了个响指，砰！他的响指打出了枪械射击的声音，洛洛塔抢先左扑，连续翻滚，进行着躲避。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除了虚拟的枪响。砰砰砰！邓恩和艾尔各自抬枪，稳定点射。那燕尾服小丑时左时右，时退时滚，身形皎洁的仿佛在表演杂技。突然，黑发女士洛洛塔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冲了过来，被称为神枪手的她依然拧腰摆臂，挥拳击敌。砰！燕尾服小丑来不及躲开，上抬左臂挡住了拳头。见他停顿下来，邓恩和艾尔一点也没有犹豫的各自瞄准，扣动了扳机。就在这时，燕尾服小丑抵住洛洛塔拳头的手臂位置忽地燃起了橘黄色的火焰，不过腾的一下，那火焰就将燕尾服小丑包裹在内，向着洛洛塔蔓延而去。砰砰！邓恩和艾尔的左轮分别发射，命中了那团火焰。火焰急速燃烧，很快只剩下黑色的灰尘飞扬。可是那燕尾服小丑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不远处，半躲藏于叠放的几个木箱背后。他抬起右手，又打了个响指。砰！虚拟的枪声里，洛洛塔突然顿步，没做扑击，他的身前有泥土溅射，有弹孔浮现。燕尾服小丑的这一击不再是幻想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委实让人难以分辨。砰砰砰！燕尾服小丑连打响指，时躲时现的和邓恩、艾尔对射了起来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洛洛塔眯起了眼睛，抬起了左手持握的暗金色长管左轮。砰！燕尾服小丑猛然下蹲缩身，避开了致命一击，他的半高丝绸礼帽则向后飘飞，跌落于尘埃，上面有明显的胶痕弹孔。几个翻滚，他灵活的像是卷毛狒狒般攀爬上了那层层叠叠的木箱，居高临下的打起响指，发射出空气弹。艾尔哈森退后几步，垂下手枪，又一次开始了吟诵。他的美色只对黑夜开放，
可是叶对美视若无睹，对他的爱意完全盲目。燕尾服小丑不断跳跃于木箱之间，忽地抬手掏了掏耳朵，用固定的滑稽笑容看向艾尔。他不会预先把耳朵给堵了吧？密修会掌握的序列魔药挺奇怪的。克莱恩远远望着，心里有了一定猜测。他的想法刚有闪过，忽然看见一道人影出现于侧方仓库顶部，并飞快地跑向瑞尔·比伯藏匿的最里侧那间。这道身影穿着灰白色的码头工人衣物，脸上似乎也涂着红黄白的油彩。燕尾服小丑负责引开队长他们，另外有人去取走笔记。克莱恩思绪浮动，下意识抬起右手，对着房顶的人影来了一枪。他刚有瞄准，并给了提前量，那道人影突的下蹲，改跑为翻。砰！克莱恩没有收住地扣动了扳机，只见那道人影猛然顿住，身上有血花绽放。那人影惊愕地望了这边一眼，忍着伤痛，继续冲向最里侧的仓库。随缘枪法了解一下。克莱恩嘴角一抽，又一次扣动了扳机。这一次，子弹命中了人影旁边的木质屋顶。砰！砰！砰！伦纳德和博尔吉亚也分别开枪，但都没能命中那道人影。克莱恩本想吐槽他们的枪法还不如自己，可扣动扳机的手指却豁然停在了那里。对啊，为什么要阻止他？我刚才不是占卜出仓库里面危险极大吗？让这家伙去探个路，踩个雷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伦纳德和那位博尔吉亚先生应该也是这个目的。想法闪烁间，克莱恩抬高枪管，往上打鸟。砰！砰！砰！几声枪响里，那道人影没受半点阻碍的来到了最里侧仓库的屋顶。他猛然下扑，手肘一撞，连同破碎的屋顶一块跌了进去。伴随着这个声音，黑发女士洛洛塔的眼睛忽然变得黝黑，左手做了个下拉的奇怪动作。燕尾服小丑翻滚跳跃的动作当即卡顿，脚踝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。而邓恩没有立刻射击，反倒垂下了左轮。他张开嘴巴，于喉结不动的情况下，纯粹用本身灵性共鸣了周围的空气。虚渺的、飘忽的、古怪的声音随之响起。他的花一夜开到天明，但待到白昼睁开了眼睛，被凝视羞得无处可躲，他便在晕眩中蔫尾凋落。注意！燕尾服小丑挣扎的动作顿时无力，似乎失去了那份求生的欲望。艾尔·哈森抬起手枪，瞄准敌人，指头即将扣动。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，最里侧仓库内传出了一声异常凄厉的惨叫。啊！那惨叫蕴藏着极端强烈的恐惧，仿佛遭遇了什么无法想象的可怕事情。克莱恩毛骨悚然之际，惨叫声戛然而止，最内侧那个仓库重归了安静，让人头皮发麻的安静。砰！艾尔受到一定影响，子弹只命中了燕尾服小丑的肚子。最内侧仓库的安静再次被打破，一阵本该很轻的喘息声突兀响起，它由小变大，牵动了每个人的神经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铁黑色箱子内的2049突然狂暴，疯到了极点。第74章瑞尔·比伯。咚咚咚，巨大的喘息和猛烈的敲击先是交替，继而重叠，让克莱恩等人的精神瞬间紧绷到极点，仿佛听见了什么邪恶的耳语。趁着艾尔、邓恩和洛洛塔的注意力被短暂引开的机会，燕尾服小丑猛地从口袋内抽出了一根长长的纸条。啪！他右手急甩，将纸条抖成了燃烧着漆黑火焰的长鞭，将长鞭抽向了自身脚踝的旁边。一声飘忽但尖锐的惨叫荡开，燕尾服小丑摆脱了无形的枷锁，往后做出空翻。砰砰砰！邓恩、艾尔和洛洛塔的子弹同时落空，钻入了木质货箱内。燕尾服小丑不再逗留，右手按住伤口，向着远离这片仓库的方向狂奔而逃。他速度极快，眨眼间就只留下一个背影。而他消失之前，按住腹部的右手豁然往本身左臂一撩，肚子上的伤口随之消失，完好如同最初。左臂被撩到的位置则血肉模糊，有银色子弹若隐若现。邓恩等人没有追赶，因为最内侧仓库里的喘息声已经大得让人眉心跳动，灵感不安。砰！最内侧仓库的大门突然崩裂，向着四面八方飞溅，紧跟着一条缠着破布的事物飞了出来，
落在克莱恩面前不远。克莱恩凝神望去，发现那竟然是一条胳膊，血色的筋肉被咬得七零八落，白森森的骨头则不规则断开，往外支出。啪啪啪，一样又一样事物飞了出来，先是血水溢出，瞳孔放大的眼珠，接着是被活活撕下来般的耳垂，之后是还在跳动的半边心脏，装满黄褐物体的肠子。要不是在瑞尔·比伯家见过更加恶心的巨人观，克莱恩此时恐怕又要忍不住的呕吐起来。他的情绪快要崩断，好不容易才遏制住了往漆黑门洞内开枪的冲动，然后将之前的部分空弹壳退出，装上新的裂膜子弹。砰！邓恩返回靠拢，沉稳的向着仓库内部点射了一发，可是他的子弹就像进入了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响传出。巨大的喘息越来越紧促，灰白的颜色填充满了敞开的大门。砰砰两声，艾尔、哈森和博尔吉亚的子弹穿透了灰白，但依旧没能阻止那颜色往外涌动，也没有让对方留下伤口，溢出液体。克莱恩屏住呼吸，没盲目开枪，看见那灰白逐渐露出完整的轮廓。这是一个超过2米的人形生物，手脚关节全部不自然的反向扭曲着，像是被人硬生生折断了一样。一根又一根的白森森断骨从他的皮肤下支出，整体的灰白表面充满沟壑，如同被剥掉了外壳的人类大脑。这怪物浑身流淌着灰白的腐烂状粘稠液体，脑袋则相对正常，有深深的法令纹，有苍白的肌肤。他嘴巴张合间，能看到一颗快要掉落的全瓷假牙，几根拉成了长丝的血色唾沫，以及变为了碎屑的肌肉骨骼。瑞尔·比伯，这 TM 还像人吗？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，只觉自己的心脏一阵乱跳。砰！伦纳德的裂膜子弹击中了瑞尔·比伯的额头，直接穿透了过去，留下一个深深的孔洞。灰白的液体流了出来，落到地上，滋滋扭动，变成了一条条乳白而肥胖的蛆虫。可是那怪物却丝毫没受影响，动作不算快也不显慢的扑向了离他最近的博尔吉亚，真正的目标则似乎是那个铁黑色箱子，是封印物2049。非凡力量失控，邓恩沉声喊了一句洛洛塔，他看起来是死灵，你尽快寻找到他的弱点。好，洛洛塔没有多说，抬手按住了自己的双眼，他的瞳孔转为灰白，接着无色，像是进入了灵性的世界和死灵的国度，从更高的层次俯视着敌人，寻觅着那非常重要的节点。克莱恩见正常的枪击无效，也就没浪费自己的子弹，抬手轻敲眉心，开启了灵视，打算以此辅助掘墓人洛洛塔女士。他的视线里，怪物比伯的灵光只剩下了一种，那就是纯粹的灰白，充满疯狂意味的灰白。除此之外，克莱恩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这时，艾尔、哈森和伦纳德、米切尔同时吟唱了起来。啊，恐惧的危险，绯红的希冀，起码一世是真，此生非是一世是真啊，其余皆谎。花开一度后，将与世长辞让人安睡的力量弥漫而出。那扭曲的灰白色怪物迅速缓慢了下来，似乎也无法抗拒诗歌的魅力。就在这时，他张开嘴巴，发出了一声常人听不见的尖叫。啊！砰！克莱恩脑袋一痛，自行退出了灵视状态。他只觉鼻端瞬间流出了温热的液体，下意识伸手一抹，发现长背尽是鲜红。艾尔和伦纳德则同时后仰倒地，嘴角、鼻端、眼边全是鲜血的痕迹。博尔吉亚、邓恩和洛洛塔各自退后了1到2步，脸色转白。那怪物仅仅尖叫了一声，6位非凡者似乎就已经承受不住，变得脆弱不堪。噔！他靠拢博尔吉亚，扭曲的关节猛然一甩，砰砰砰砰！博尔吉亚和邓恩分别开了2枪，却都没能给怪物比伯造成哪怕一点伤害。砰！博尔吉亚被抽飞了出去，加长型左轮扑通落地。他努力了几下，想要站起，可短时间内却无法成功。怪物比伯的口角流出粘液，向着铁黑色箱子扑了过去。砰！关键时刻，艾尔、哈森一枪打在了箱子上，将它击飞出去好一段距离，让怪物比伯没能抓住。前冲了足足10来米，铁黑色箱子出现了裂痕，且随着里面咚咚咚的猛砸，越来越明显。找到了！黑发女士洛洛塔终于开口说话，我需要你们控制住他，至少3秒。好，邓恩没有啰嗦，伸手按住眉心，闭上了眼睛。他似乎就这样睡了过去，
有无形的波纹一圈又一圈荡开。瞬息之间，怪物比伯停顿了下来，眼眸里的疯狂急速消退，他那只剩薄薄一层的透明眼皮也止不住的开始下坠。邓恩的身体出现了颤抖，衣物之下有什么东西一撮一撮鼓了起来，并原地蠕动，仿佛藏着一条又一条的滑腻无鳞毒蛇。洛洛塔狂奔了出去，一个翻滚滚到了怪物比伯的身下，他单手按地，握拳往上，炮弹发射般轰进了怪物比伯的裆部。噗！他不顾腐蚀般的疼痛，按住地面的手再次用力，整个人又往上腾起了一截，拳头钻得更深。呲啦！洛洛塔小臂回身，拖出了一截满是黄褐和血污的肠子，在那肠子之中，隐约有一本古老陈旧的笔记。啊！怪物比伯发出了有声的惨叫，身体豁然发亮，如在融化。趴下！艾尔、哈森急促的话音刚落，克莱恩就看见怪物比伯膨胀了起来。轰！巨响声中，远处的克莱恩被冲击波浪直接抛飞，重重摔落。他头晕恶心的挣扎着站起，看见怪物比伯变成了一块块恶心的腐烂的血肉，看见邓恩和洛洛塔落在10几米外，状似昏迷。艾尔、哈森、博尔吉亚和伦纳德、米切尔也倒在了地上，或痛苦呻吟，或挣扎着想要站起未遂。克莱恩刚想松气，忽然发现距离自己2、3米的地方有一件熟悉的事物。那个铁黑色的箱子停止了翻滚，将布满裂缝的一面朝向了天空，一条细细的棕褐色的胳膊从那里伸了出来。封印物2049，操！克莱恩心头一紧，立刻就要反向扑往几米之外，远离封印物2049的作用范围。刚才那阵爆炸竟然将铁黑色箱子抛到了他的附近。就在这时，克莱恩的脑袋突地嗡了一下，思绪随之滞缓。第75章自救。糟了，被木偶控制了。队长他们要么正在昏迷，要么还未缓过来，连起身都办不到，根本来不及唤醒我。不行，必须自救。克莱恩眼前所见都变成了上辈子的慢镜头，全身各处关节和用于思考的大脑似乎灌入了越来越多的胶水。他对成为真人版木偶没有丝毫兴趣，抓住还未被彻底控制的机会，竭力寻找着自救的办法。打自己，肯定不行，必须外力，外力，试一试。来不及耽搁，来不及多想，克莱恩用2、3秒抓住了一个灵感，驱动生锈的膝关节，逆时针踏出一步。与此同时，他没试图挣脱扎住自己喉咙的无形绳索，只在心里默念道：夫生玄黄仙尊。他要借助那灰雾之上的神秘世界来唤醒自己，摆脱封印物2049的童话。嘎嘎嘎！克莱恩的膝盖和脚踝同时发出尖涩刺耳的声音，以缓慢而扭曲的姿态又逆时针迈出了一步。夫生玄黄天君。思绪越来越滞涩，克莱恩就像装了所有全家桶和所有安全卫士的电脑，一卡一卡的抬起左脚，迈向既定的位置。夫生玄黄上帝。克莱恩脑海内的念头越来越僵化，越来越滞缓，仅凭本能意识走出了最后一步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他知道自己已经近乎被彻底控制，即使艾尔、哈森及时起身奔跑过来解救，估计也无法完成唤醒。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还是让他默念出了最后一句咒文：夫生玄黄天尊。默念刚落，那混乱到极点、疯狂到极点的嘶喊与呢喃忽然响起，一下冲散了克莱恩凝固的思绪，让他支离破碎，化为一个又一个不受控制的念头。克莱恩的脑海变成了一锅煮开的沸粥，他浑浑噩噩地感受着身体变轻，灵性飘飞，无边无垠的灰白雾气和远近不一的深红星辰又一次呈现于他的眼前，空旷、神秘、模糊以及朦胧。克莱恩纷乱的想法飞快沉淀，终于恢复了思考的能力，看见了那巍峨宏大的神殿。呼，还好有用，他后怕的低语了一句。根据之前的观察，他明白一旦深陷入封印物2049的控制，那就基本等同于死亡。正常来说，没有药物，没有办法可以解救。幸运的是，他的转运仪式和灰雾之上的神秘世界不在正常范畴内。来回踱了几步，克莱恩开始思考目前的处境。我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？等到队长他们苏醒，或者靠拢过来，事情就没法解释了。
现在的我应该只剩下肉身，比活死人还像活死人。可如果冒险回去，无法确保安全啊，万一又被2到49分控制住了呢？想法纷呈间，克莱恩忽然拍了自己额头一下，低声失笑道：看来我还没真正适应占卜家的身份啊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身影已出现于青铜长桌的上手，端坐于那张有古怪符号的高背椅。克莱恩将手一伸，拿起了面前凭空出现的钢笔，刷刷刷，他在虚幻白纸上书写了一段话语：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。紧接着，克莱恩从口袋里掏出了林柏在这里的投影，经过几次聚会，他发现只要是自己身上带着的物品，都能投射到灰雾之上，但会相对虚幻不少。左手持握住银链，克莱恩让黄水晶吊坠近乎接触到纸面，接触到事件，摆动平息，他半闭上眼睛，心灵平和地默念起白纸上的话语：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，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。一遍又一遍，克莱恩用没有减少环节的完整灵摆法进行了占卜。眼睛睁开，他看见纯净的黄水晶吊坠在缓慢摇摆，带动着银链顺时针旋转。顺时针是肯定，逆时针是否定。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。克莱恩松了口气，习惯性的收好银链，然后他展开灵性，包裹住自身，模拟出往下急坠的状态。朦胧的灰雾和深红的星辰飞快虚幻，直冲往上。克莱恩很快便看见了待在原地的自己，看见了半个身子悬于铁箱外的棕褐色木偶，并发现那个封印物似乎停止了一切动作。身体的知觉传入脑海，他正在动一动手臂，确认本身的状态。耳畔忽然传来一道隐匿在风声里的嗓音：想被唤醒吗？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你就可以得到解救。这件事情是帮我去拿起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。同意就点头。我知道你现在还能完成这个动作。谁？2049好像没再试图控制我。也是，他不会连续影响同一个人，会有间隔。克莱恩吓了一跳，但表面却不动声色。这时，那道嗓音又飞快地补充了几句话：如果能完成这件事情，你还将获得额外的报酬。我知道你是占卜家，我也知道黑夜女神的教诲没有之后的序列8，而我们密修会可以给你。坦白的讲，我以前就是一位占卜家，要不然我根本不敢返回。为了让你看到我的诚意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占卜家对应的序列8是小丑。密修会。克莱恩险些没能保持住木偶化的状态，他完全没想到占卜家会和小丑联系在一起。难道要组成马戏团双巨头？好了，做出你的决定，相信我，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。那道嗓音又一次随风而来，远处的邓恩和洛洛塔依旧昏迷，博尔吉亚似乎伤得很重，呻吟着没有动弹。艾尔、哈森和伦纳德、米切尔则相对较好，在尝试着翻身坐起。为什么要找我？密修会是那个燕尾服小丑吧？他逃跑之后又悄然返回，企图捡个便宜。可为什么要找我帮忙？他现在完全可以对付这里所有人。听到对方的话语，一个个疑惑瞬间闪现于克莱恩的脑海。既然对方说自己是占卜家，克莱恩开始尝试着以占卜家的思考风格进行分析。他敢于返回，肯定是占卜出了希望，相信怪物比伯会被消灭，相信我们会遭受重创。他不自己去拿那本笔记，不直接对付我们，应该是占卜出这件事情蕴藏着极大风险，所以怀疑队长和洛洛塔女士是假装昏迷，怀疑这是为他而布置的陷阱。他不更多占卜，不确认我现在的状态，亦可能是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了。再等下去，艾尔、哈森先生他们就能恢复一定战力了。二也是轻视我，认为没有必要。他对占卜家很了解，必然相信我摆脱不了木偶的控制，他在拿我当试探陷阱的炮灰。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转运仪式的外在表现几乎没有异常。大脑毫不滞涩的克莱恩只觉前后思路通畅，大致把握到了燕尾服小丑的想法和目的。至于对方的承诺，他是一点也不信，炮灰没有人权。念头飞快闪现，克莱恩控制住脖子，艰难声色地点了一下。做出这个动作的同时，他真正确认自己摆脱了封印物2049的控制。他刚点完头，侧方2-3米外顿时有透明的幕布掀动，勾勒出一个身穿燕尾服、脸涂小丑油彩的人影，正是之前逃跑的那个密修会成员。此时，克莱恩因为之前反向转身，试图扑出2049影响范围的尝试，是背对铁黑色箱子，背对那个木偶的燕尾服小丑处在他的侧前方，一是远离封印物，
二是避过他的枪口，显得相当谨慎。燕尾服小丑从口袋内抽出了一条长长的纸张，猛地抖甩了一下，将它抖得笔直，抖得宛如木棍。他拿着这根木棍，隔着2-3米的距离戳向了克莱恩的肩膀，试图唤醒对方。这家伙对2-49很了解嘛，知道有安提戈努斯家族后裔的气息残留的地方，木偶会狂暴，会同时控制2个人。他也清楚用石头砸似乎没有效果，至少我没见队长他们之前有类似的尝试。克莱恩虽然不明白2049后续为什么不再试图同化自己，但也不敢在5米范围内过多停留，因此提起一颗心，等待着机会。那纸条变成的木棍刚要触及他的肩膀，克莱恩的左手忽然抬起，一把抓住了木棍顶端，猛地往后一拉。燕尾服小丑猝不及防，身体被直接拉动，往前踉跄了起来，与克莱恩之间的距离再次缩短，已不足2米。与此同时，克莱恩早就准备好的右手指头用力按动了左轮的扳机，砰砰，他连开了2枪，但没瞄准燕尾服小丑，而是对着他的背后，对着他远离封印物2049的一侧。枪声未响，燕尾服小丑已主动从踉跄变为了滚动，本能的提前进行了规避。克莱恩松开抓住纸条木棍的手，噔噔噔迈步冲出去好几米，冲出了危险的范围。燕尾服小丑刚滚了2圈，正想反身外扑，脑袋却突然嗡了一下，思绪迅速陷入滞缓。不好，他故意迫使我往安提戈努斯木偶方向躲避，我在5米范围内了，他怎么可能没被安提戈努斯木偶控制？燕尾服小丑的翻滚停顿了下来，他关节生锈般想要爬往外面。这个时候，克莱恩已转过了身体，双手持握住左轮，瞄准了动作缓慢的目标。在他的眼里，这相当于射击固定靶了，因为之前目睹了燕尾服小丑和邓恩、艾尔、洛洛塔的战斗，克莱恩知道对方动作敏捷，擅长翻滚，所以即使彼此间的距离才1-2米，也谨慎的放弃了直接射击，改为逼迫对方躲往自身预想的主场封印物2049附近。而要是木偶没有效果，燕尾服小丑也会确认自身落入了陷阱，反扑只是为了逃跑，不具备真实的威胁性。砰！在燕尾服小丑难以描述的眼神里，身穿黑色正装的他冷静地扣动了扳机。第76章善后。砰！银色的子弹越过几米的距离，准确地钻入了燕尾服小丑的脖子，大股大股的鲜血随之流出，染红了肌肤，染红了领结。燕尾服小丑无法发出惨叫，喉咙里赫赫有声，他想要抬手移开那致命的伤势，可肩关节和肘关节却仿佛灌满了胶水，动作生涩而缓慢。砰！进入半冥想状态的克莱恩没有被鲜血吓到，又一次扣动了扳机，平静的像是在进行日常练习。燕尾服小丑的额头豁然出现了一个狰狞的孔洞，赤红勃勃涌出，暗淡了双眼的光芒。那把精致左轮的威力比克莱恩预想的要强上不少。膝盖弯曲，手臂垂下，燕尾服小丑缓缓倒地，眼神里凝固着的尽是茫然。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，慢慢舒展开来，再没有别的动静。一枪命中，克莱恩以很酷的回身抖开转轮，让空的弹壳一枚一枚相继落地。然后身穿黑色正装，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他一边走向艾尔、哈森，一边从口袋内掏出最后一枚银色猎魔子弹，将细长的他塞入了弹仓。他之所以不回头看燕尾服小丑的惨状，纯粹是因为初次杀人的不适，但不杀也不行。他可不知道对方被木偶彻底控制后会发生什么，而且他不想冒险再进入封印物2049的影响范围。毕竟谁也说不清楚这一次会不会出现诡异变化，让转运仪式的自救失效。至于燕尾服小丑身上的物品，克莱恩只在意有没有那所谓的小丑魔药配方，或者相应的线索，但这不是需要急着完成的事情，等下可以和邓恩、艾尔等人一块来做。职业者队伍得到了也就近乎等于自己得到了，他们不可能舍不得序列8的魔药配方，大不了再花费时间累积功劳，反正才成为占卜家没多久，距离消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思绪翻腾间，克莱恩快步走到了艾尔、哈森旁边，这位身穿对襟灰色风衣的绅士几次挣扎做起，又都尝试失败，跌得浑身都是泥土与灰尘。哈森先生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他蹲了下来，开口问道，手里的左轮则斜指着地面，防止物激发。艾尔喘了口气，感叹了一声，
那怪物太强了，要不是还有弱点。说到这里，他指着身旁一个天蓝色的金属小瓶，自嘲笑道：本来想服食药剂的，但手抖了一下。那天蓝色金属小瓶大概有克莱恩拇指粗细，高度不超过5厘米，暗藏螺旋纹的盖子落在一边，被液体完全浸湿。克莱恩伸手捡起小瓶，眯眼瞧了瞧，无奈回答道：哈森先生，只剩瓶壁上的几滴了，你去博尔吉亚身上找。内侧口袋里，艾尔说话间连续喘息。好的，克莱恩站起身，随口问了一句：这是治疗药剂吗？神秘册的物品？不，它只有一定的治疗效果，主要是刺激我们的精神，压榨我们身体的潜能，让我们短时间内保持住良好的状态，支撑到返回，支撑到接受治疗。艾尔尝试着坐起，再一次未遂。它的名称是女神的凝望。你记得让博尔吉亚喝一半的药剂。克莱恩没再耽搁，转过身体，快步来到痛苦呻吟的博尔吉亚旁边，从这位半昏迷的职业者怀里找出了那制式的天蓝色金属小瓶，拧开盖子，他小心翼翼将瓶口凑到了博尔吉亚嘴边。博尔吉亚有所感应，努力张开了双唇，瓶身倾斜，暗红色的液体流入了博尔吉亚的嘴里。估算着分量，克莱恩及时收手，重新拧上了瓶盖。那药剂的效果似乎真的不错，博尔吉亚吞咽之后没几秒，眼中的神采就重新凝聚，并低哑着开口道：谢谢。说完，他以手撑地，缓慢坐起，先处理了自己的伤势，然后走向昏迷的洛洛塔和邓恩，从后者内侧的口袋里找出了女神的凝望。克莱恩则返回艾尔身边，将剩下的半瓶药剂喂入对方口中。艾尔喘息了几声，动作忽然变得皎洁，像是从未受伤般站了起来。我去帮助博尔吉亚，你负责你那位同伴。这位很有中年男士魅力的先生指了指伦纳德·米切尔。克莱恩没有意见，转过身体，小跑着来到诗人伦纳德旁边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喝。头发凌乱垂下的伦纳德微笑着举手里的天蓝色金属小瓶，看着对方将手一撑，敏捷站起。本想腹诽的克莱恩突然怔住。伦纳德的伤势比我预料得轻，他有能力在最开始就服食药剂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看到了我逆时针走4步的转运仪式。不，这件事情还好，我的默念都在心里，而转运仪式也没有外在的异常表现，否则燕尾服小丑不可能上当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早已恢复却选择旁观的伦纳德肯定也看见了不少事情，比如我没受2049影响，暗算了燕尾服小丑。就在克莱恩眼睛略微眯起的时候，相向而来的伦纳德停在了他的旁边，眼视前方的低笑道：我本来想救你的，可发现你并不需要，不用在意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殊的人，总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比如说你，也比如说我。伦纳德嘴角上翘，越过克莱恩，走向了苏醒的邓恩和洛洛塔。自恋狂，克莱恩暗自吐槽了一句，内心放松了不少。看样子，伦纳德·米切尔也藏着不少秘密啊。他若有所思的与大部队会合，看着队长邓恩戴上手套，拾起了那本沾满黄褐与血污的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。这本笔记的封皮完全由深黑色硬纸制成，它散发出古老而悠远的气息，丝毫没有变软和腐烂的迹象，与克莱恩梦中见到的样子近乎一致，以至于他开始怀疑打开之后会看见一个带绚烂头饰的愚者。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想多了，因为邓恩小心翻开了笔记，做最后的确认。上面的单词角度不佳的克莱恩看不太清楚，但他可以肯定的是，其中并没有穿华丽衣物、带绚烂头饰的愚者。可没问题。邓恩合拢笔记并牢牢握住，然后看向艾尔等人道：这几天先将他和封印物2到49分一块存放于廷根市的查尼斯们后，等到你们恢复，或者贝克兰德再派人过来。听到这句话，克莱恩又有点失望，又感觉庆幸。他很想再看一遍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，弄清楚原主和维尔奇纳亚的死因，但又觉得这件古老的物品充满了不幸，总是带来灾祸，所以不敢去触碰。上交给教会总部，严密封印起来，算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他暗自吐了口气。好的。艾尔、哈森与博尔吉亚、洛洛塔3人则各自点头，同时转身来到了封印物2049旁边。他们互相唤醒着彼此，将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行动的木偶重新塞入了有裂口的铁黑色箱子，并严密监控。一切正常。艾尔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轻松。
只有微茫的铁黑色箱子内，缠着油渍布条的木偶吱嘎着翻了个身，让涂着小丑油彩的脸孔对准了光源。在这张诡异的脸孔上，在那纯黑色的梧桐眼眸下方，出现了2道不容易被看见的暗红色细小裂缝。与此同时，邓恩、伦纳德和鼓起了勇气的克莱恩搜查了燕尾服小丑的尸体，找出了纸花、手绢、扑克和玻璃片等千奇百怪的物品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对方并未带任何有价值的，或者说可以提供线索的东西。有7、8磅10几苏勒的皮夹除外。克莱恩悄然叹息了一句，想到钱，他立刻低下头，审视起自己，一张脸几乎垮了下来。他价值好几磅的正装，因为翻滚摩擦出了5、6个需要缝补的地方，并且到处都是泥土和灰尘夹杂的污痕。邓恩瞄了他一眼，嘴角隐蔽上翘道：任务里的损失都是可以报销的报销。听到罗塞尔大帝发明的这个单词，克莱恩的心情一下美丽。这套正装好好清洗一下，补一补，还是可以穿的，还足够体面。等到报销的费用下来，就能再买一套，形成轮换了。我可不是将报销款挪作他用的人，不过以后得考虑战斗装了。比如队长那种黑色风衣，材质稍微差一点的话，比燕尾服正装便宜很多。伦纳德这家伙长期不爱穿正装，是不是就有这方面的考虑？尸体让弗来处理，看能不能辨认出他原本的长相，找到有关的线索。邓恩用手套触碰了燕尾服小丑脸上的油彩一下，之后他们搜查了最内侧那间仓库，看见里面有好几团被巨石压扁般的血肉烂泥，看见一根又一根的白森森断骨到处乱扔。瑞尔、比伯应该是在用古老的仪式吸收笔记里蕴藏的力量，就像我们直接服食较高品阶的序列魔药一样，这充满危险，必须有不受打扰的环境，必须获得一定时间的沉睡。这应该也就是他至今没有离开停更的原因。邓恩审视了一遍，猜测着可能。听到这样的描述，黑发女士洛洛塔脸色苍白的笑了一声。可惜啊，她被我们提前吵醒了，那起床的愤怒真是让人记忆深刻，这就是失控的一种。邓恩望向克莱恩，半是解释半是教导的说道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停更，去别的地方再尝试吸收呢？克莱恩疑惑不解的问道。艾尔哈森笑了笑，指着自己的脑袋道：被古老力量、协议力量影响的家伙，这里往往都不太有用。这时，邓恩吸了口气，隐含着疼痛的说道：伦纳德，你的情况还好，就留在这里，不让普通人靠近。我们几个立刻搜集瑞尔、比伯的残留物，带着他们和封印物以及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返回，并让弗莱、洛耀和警察过来第77章残留物。好的，听见邓恩的提议，伦纳德表情轻松的回答道。接下来，他和克莱恩等人一块走出了仓库，靠近怪物比伯自爆的地方，以此为圆心，一圈圈向外搜寻。队长，我们究竟在找什么？克莱恩看着散落的腐烂血肉，强忍住恶心的冲动，疑惑的看向身旁的邓恩、史密斯。邓恩没有抬头，依旧用深邃的灰眸扫视着地面。提前苏醒，失去控制，变成怪物，也就意味着瑞尔、比伯并没有完全吸收笔记提供的非凡力量，那同时表明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将附体超凡，成为较高品质的材料。以后你要是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千万不要遗漏，那或许是相当重要的物品。这样啊？克莱恩有所明悟的微微点头，转瞬之间，他又想到了另外的事情。如果怪物比伯附集非凡力量的部位是某些不可描述的地方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以后用于调配药剂，岂不是非常恶心？就在克莱恩思绪发散之际，眼睛锐利如同老鹰的博尔吉亚忽然发声：找到了！可邓恩和艾尔等人立刻转身靠拢过去，克莱恩被好奇心驱使，也快步走向了博尔吉亚。很快，他看见了博尔吉亚身前的东西，那是一团拳头大小的灰白事物，表面布满沟壑，整体柔软有致，仿佛活生生取出来的大脑。虽然克莱恩暂时看不出这团灰白的非凡，但仅是从对方能在剧烈的爆炸里完好无损这点，就确信博尔吉亚没找错物品。邓恩仔细打量了一眼，蹲了下去，边屈身右臂，边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手小心翼翼抓起了那团灰白的事物。刚被触动，那团灰白立刻往外摊开，变成了粘稠不断的液体。这时，艾尔哈森从怀里取出一个吸铁色的方盒，将里面的卷烟一根根取了出来，放入口袋。紧接着，他将方形铁盒递给了邓恩，笑了笑道：
我知道你只爱烟斗。邓恩喝了一声，接过方形铁盒，将那灰白的粘稠的液体灌入其中，临时存放。收好这件物品，他又与洛洛塔等人粗略搜索了一遍现场，确认没有太大遗漏之后，他们离开这里，来到外面，看见马匹正焦躁不安的刨地，险些挣脱了绳索。我会驾车。博尔吉亚用手抵住嘴巴，轻咳了一声。我知道你很会安抚动物。艾尔微笑点头道。上了马车，保持着屈身运动的邓恩、洛洛塔、艾尔、哈森和克莱恩四人短暂无言，陷入了沉默。等到马蹄踏响，车轮滚动，邓恩才望向克莱恩，斟酌着开口：我知道你对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肯定充满好奇，想弄清楚曾经遭遇的事情。不，一点也不。克莱恩下意识在心底否定道。那可是充满不幸的古老物品。没给他答复的时间，邓恩自顾自往下说道。不过，我必须先将这件事情通报给圣堂，等到他们确认了笔记的保密等级，才能考虑是否给你观看。没问题，克莱恩简短的回答道。邓恩屈伸着手臂想了想，又道：我曾经承诺过，等确认瑞尔、比伯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后裔，就让你成为职业者的正式成员。现在，我们不仅肯定了瑞尔、比伯的身份，而且还消灭了这个怪物，挫败了密修会的阴谋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你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亲手击杀了一位邪恶组织的成员，所以我会履行承诺，立刻向圣堂申请，等待他们批复。对了，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还没有问你是否愿意，克莱恩·莫雷蒂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正式加入廷根市职业者小队，成为我们的一员？你的薪水将立刻翻倍，达到每周6磅的程度，而且之后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。你的薪税将由教会和阿霍瓦郡警察厅各自承担一半，你同时将获得见习督察的身份，在某些时候，这会非常管用。作为辅助型的分返者，你不用总是面对敌人，但每周需要轮值1天查尼斯门。没有得到小队的批准，你不能以任何借口离开廷根，并尽量向家人保密。等到邓恩说完限制和福利，克莱恩沉思了10几秒道：我希望能成为一位正式的职业者，只有这样，自己才能更多的接触隐秘，比如密修会的情况。在看了之前搜集到的罗塞尔日记后，克莱恩对本身的一些想法做了改进。精通神秘学知识，找到回家的办法，是他不变的追求，而进一步提高本身力量，以便更安全的撬动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，从而借助它返回故乡，则是新添加的目标。正如罗塞尔大帝所言，单纯靠外力非常危险。而且成为占卜家，得到非凡力量后，克莱恩也察觉自身对那片神秘空间有了更进一步的掌握，比如可以再拉一位成员加入聚会。这就不得不让他思考，等自己成为了序列8、序列7甚至更高序列的非凡者后，那片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是否将出现更加有利的变化。当然，克莱恩非常清楚，一切的前提是自己先彻底解决掉占卜家魔药的隐患，不能着急，不能鲁莽。很好，等圣堂批复下来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。邓恩的灰眸染上了少许笑意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旁听的艾尔·哈森插言道：克莱恩，我叫你克莱恩吧，你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出色，竟然能击杀一位密修会的非凡者，而且我怀疑他达到了序列7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简直无法相信。这个问题果然来了。克莱恩早有准备的做出组织语言的表现，他知道自己击杀一位能同时与邓恩、艾尔、洛洛塔周旋的非凡者确实不可思议，充满谜团。艾尔他们只要眼睛没瞎，脑袋没傻，迟早会询问经过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忍到现在才开口。也对，队长和哈森先生他们之前都受了伤，状况随时会恶化，这种时候，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事情都必须先行按下，免得我因为秘密被揭穿，铤而走险。等到我表达了态度，愿意正式加入职业者，他们才放下担心，开口询问。都是老江湖啊，互相之间明显没有交流，却默契做出了相同的决定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的开口道：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，那个穿燕尾服的小丑出现了致命的判断失误，当时封印物2到49分被爆炸的余波抛到了我附近，和我间隔了5、6米的样子，只是粗略观察，很容易得出我处在封印物影响范围内的结论。而当时我受爆炸影响，脑袋眩晕，动作迟缓，看起来就和被控制了一模一样。那个燕尾服小丑不知什么时候隐形来到了我附近，用解救我并给予占卜家魔药对应的序列8小丑来引诱我，
让我帮忙去拿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。对，他说密修会掌握了占卜家魔药对应的序列途径，说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位占卜家。克莱恩将当时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，甚至连内心的推理都有条不紊的叙述了出来，包括他认为燕尾服小丑占卜出取走笔记有极大风险，从而改变了策略的事情。当然，所有的真话都是为了掩盖最开始的一句谎言，为了掩盖自身被封印物2049控制过的事实。占卜出取走笔记有极大风险，对，确实有极大风险，但这个风险其实是在你那里。黑发女士洛洛塔掩嘴轻笑道，她的占卜没错，却反倒让她陷入了致命的危险中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克莱恩怔了一下，郑重点头道，确实占卜总是不会太清晰，而模糊就意味着解读可能错误。我必须注意这一点。之后你是怎么解决他的？邓恩屈伸手臂往后微靠道。克莱恩笑笑道，我假装答应他，让他来唤醒我，而他不敢进入封印物的影响范围，隔着2-3米，用奇怪的纸条试图推动我。抓住这个机会，我拉住那个纸条，将它拉向了2到49分的影响范围，并配合连续的射击，完成了目的。呵，这是一件让我羞愧的事情，我当时竟然没有信心在2-3米的距离内击中他。艾尔轻轻颔首道，以他的躲避能力，2-3米的距离并非绝对保险，你或许能击中他，却无法命中要害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你当时的选择没有任何错误，甚至称得上出色，如果是我，不一定比你做得更好。他没有再问后续的事情，因为落入封印屋2049控制范围的燕尾服小丑结局已然注定，就是一个活靶子。占卜家的后续是小丑，真是奇怪啊！邓恩忽然在旁边感叹道。